我需要尽快把之前分离出来的野芭蕉纤维纺成线。我准备做一个纺锤，这个野芭蕉杆有一定的重量，我可以用它来做纺轮。纺锤是一种使用历史比较悠久的工具，它有圆形、长形，可以用石头、木头、竹子、骨头这些东西来制作。这根带倒钩的树枝可以用它来做锤杆。因为我没有刀，和石头、木头相比，芭蕉杆更容易用木棍穿过，这样就不必大费周章了。而且芭蕉杆有一定的重量，可以利用它的重力和惯性原理纺线，把它两边尽量用石头切齐，这样有利于芭蕉杆两端重量相近。我现在截一段20厘米左右的芭蕉杆。纺锤有单面插杆和串心插杆，用串心插杆的话会更简单也更牢固。现在找到它的中间位置，把它放在手指上，只要找到它的平衡点，这个就是用锤杆穿过的位置。用藤子把芭蕉杆两端拴起来，一来它可以防止芭蕉杆受力的时候它外层散开，二来可以把这两端的藤子当作砝码，通过调节它们的位置，保持这个纺轮的平衡。现在把下面的树枝拴一下，防止它脱落。现在一个纺锤就做好了，只要用手拨动这个纺轮，利用自然锤力和圆心轴旋转带来的力，就可以把纤维拧成绳了。纺锤的制作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它拧绳的速度非常快，和单单用人手搓线相比，效率可以成几倍的增加，而且它省时省力，还不伤手。我用这个纺锤先把这些芭蕉纤维纺成单股线，然后就可以用单股线来进行编织了。
这里有个柯藤，上面结的那些像大豆角一样的，那个就是柯藤子。本草纲目上有记载，说它依树蔓生，如通草藤，其籽紫黑色，一名象豆，其实3年方熟，角如弓带，籽若鸡卵，解诸药毒。就是说这个柯藤，它依附在树上生长，它的果实是紫黑色的，也叫象豆。它的果实需要3年才会成熟，它的果实像鸡蛋一样，它可以解很多种毒。它虽然是一种药材，可以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，也可以用来治疗胃病，而且作用力非常的持久。但是药3分毒，它本身也是有毒性的，误食过量会头晕呕吐，所以它也是一种催吐剂。如果吃的太多，甚至会引起呼吸衰竭，甚至死亡。在菲律宾和非洲南部会用它的茎和种子来毒鱼，不过我有鱼笼，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。也有一些部落会使用它来避孕。但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说，柯藤子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以后是可以食用的，但是我没有吃过。我想试试看。它这个种子特别的大，我现在把它砸开。我现在把里面这些放到水里面浸泡以后，煮熟了再吃。这个植物在民间叫做习风草，它止痒的效果非常好，像被毛毛虫刺倒，还有被蚊虫叮咬，还有一些植物引发的过敏。用这个植物煮了水以后，把它涂在痒的地方，止痒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以前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时候，在一些农村还有山区有这种植物的地方，人们会把它移栽到家的旁边，方便随时取用。我虽然在皮肤上涂抹了自制的苦楝果和香花驱蚊液，但偶尔还是会被咬到，所以我要采一些这个叶子回去，之后再被咬到的时候就可以用它煮水来止痒了。这里离我的庇护所也不远，我就没有必要再移栽它了，让它在这里生长吧。我带些叶子回去，需要的时候再来采就可以了。